古特雷斯背弃了联合国公正公开的立场，全面投入了美国的怀抱，必须展开调查。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俄罗斯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马上启动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全世界各国都看在眼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由美国挑起俄乌紧张局势，面对美国策划和挑起俄乌战争视而不见。战争爆发后，扮演的不是联合国的调停角色，而是与美国一样的拱火角色，被诸多国家和媒体称之为美国的傀儡。对此，俄罗斯早就忍不下去了，现在机会来了。这个月中旬开始，俄罗斯担任为期1个月的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掌握了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工作和会议的权利。令全世界和古特雷斯根本想不到的是，俄罗斯刚担任轮值主席国就要调查古特雷斯。俄罗斯开始了在联合国的反击。未来1个月，俄罗斯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按照联合国宪章，作为轮值主席，俄罗斯将拥有安排和主持安理会各项会议，代表安理会向外界公开安理会的决议和看法。据多家外媒报道，俄罗斯刚担任轮值主席国的第3天，就利用轮值主席国的权力，对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展开了调查。那么，俄罗斯对古特雷斯将展开哪些问题的调查呢？从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的公开表态看，主要是2大问题：一是关于古特雷斯拒不调查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试验室问题。俄罗斯曾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美军在乌克兰展开生物试验的证据，要求联合国调查，但古特雷斯以联合国无权过问为由，拒绝了俄罗斯的请求。二是古特雷斯拒绝调查北溪管道被炸的问题。俄罗斯称，最近多国都表示应当彻查美国与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事件是否有关，但古特雷斯却以没有获得授权为由，拒绝对此召开会议并展开调查。据此，俄罗斯方面认为古特雷斯背弃了联合国公正公开的立场，全面投入了美国的怀抱，必须展开调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俄方的主张。早在半年前，我就发表过文章和视频节目，质疑古特雷斯在对待俄乌矛盾和俄乌战争方面一直采取和美国高度一致的立场，扮演的是美国的执行者角色，而不是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重创了联合国信誉。那么，俄罗斯将怎样展开调查呢？随后将怎样处理此事呢？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宣布启动调查后，就可以收集相关各类证据，在担任轮值主席的1个月任期内，组织召开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听证会以及正式会议，由所有成员国投票表决是否支持调查结果。如果调查结论最终获得多数成员国认可，那就可以判决古特雷斯渎职，他就必须辞职，然后召开联合国大会选举新的秘书长。不过，由于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中，亲美的占据多数，俄罗斯的成功概率并不高。俄罗斯显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坚持这样做，必定有俄罗斯的考虑。首先，俄罗斯的主张及结论符合事实；其次，即便符合事实的调查结论无法获得认可，但至少可以打击古特雷斯的信誉，打击他借着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为美国效力而产生的影响力。当然，也有成功的可能性，哪怕只有10%的希望，也应该尽100%的努力。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就不会成功呢？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